笔尖调一点颜值来画这个花心。它其实如果说你侧面去看这个花心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它可能有5、6个。啊，它可能是这样子哈，然后它会这个尖的地方还会长一些这种东西哦，我也不知道它叫啥，反正是像这样子的。这个花心如果侧面去看，它就会成这样子，看得清楚吗？侧面去看它就会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来画上它的花心啊。花心我们把它分5组，5组，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，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，这样子去分啊，分5组去画啊。画花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一点点这种笔法，可以带一点勾啊，可以带点勾。可以往这里勾，也可以往那里勾，稍微长一点，不要太圆了。这个花心就不要说，都画的是一颗，我们要像小蝌蚪一样的，不要像圆点啊，要稍微的长一点点，这样子有一些这种节奏感，好，有一些这种丝丝的这种感觉啊，有这种丝丝的这种感觉哈，可以往里勾一下。好，这一组，然后再来一组。
好，我们这个花心它也要有一些姿态啊，不要太死板了。花心画的有姿态，它就整朵花就会显得更加有精神。好，我们这个丝这个花丝也少一点点，这个花丝，随意的少一点点啊，随意的少一点点。随意的少一点，不用太明显啊。有一些花心，我们让它这样子穿过来，让它更加有姿态一些。好，这朵花就这样子，花心加上花。好，这里可以让它跳出几个来。这个花心是这个藤黄加太白1比2，藤黄1，太白2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来把它这个画面给它完成。我们让它从哪里长过来？从这里长。好，我们来调一个画，嫩枝干嫩叶，这个叶子的组织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些家人他不喜欢画叶子，其实我跟你们说，叶子更重要。叶子大家都觉得大家都知道，叶子是更难学的哈。这种嫩叶，我们用三绿、藤黄、还有朱标、还有胭脂这4种颜色来画。嫩叶、嫩枝干、嫩芽都是用这几种颜色，三绿、藤黄、朱标、胭脂。我们调的时候，把这个三绿和藤黄调和，然后再调一点这个朱标。然后笔尖调一点胭脂，好，来画。我们让它这样子，让它有一点节奏吧。从这里长。然后我们这个嫩枝干直接把这个嫩枝干画长一点，不然这个下面还有这么长，如果只画到这里的话，那个嫩枝干就跟老枝干是一样长，那么它就不好看。我们要有长短的这种变化，嫩枝干长一点，那就老枝干就短一点；要么老枝干长一点，要么就嫩枝干就短一点，让它有这种变化。好，我们直接长一点哈，直接长一点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叶子怎么安排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安排一组叶子，这里来一组，这里再来一组。好，这一组我们让它出去，让它跳出去。跳出去的这一组，好，让它有一点这种变化。3叉9顶哈，一个叶柄出去3个叉，每个叉上3片叶子，这就形成了一个3叉9顶。啊，这边我们会来一些这种小叶子，
这里长一些这种小叶子。如果这边我们再来一片大叶子，那么它就整个地方就太满了，就不好看。好，我们把这一组这个叶子先把它安排上，那我们再来一点这个花青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一点花青。画这个老叶子，我们加一点花青加藤黄，再加一点墨。花青加藤黄，然后笔尖蘸这个墨。这里是一个蘸墨的，我们等一下笔尖蘸墨啊。花青加藤黄加墨。好，我们加点水，笔上蘸一点水，把这个花青和这个藤黄调在一起，调成一种这个绿色，这种绿色。加点墨进来调啊，加点墨让它成一个墨绿色，成一种墨绿色。然后我们画的时候，笔尖再蘸一点这个浓墨，来画叶子。我们先这里画这一组啊，它从这里又长过来啊，从这边又长出来。露出来，这一片叶子从里面又露出来的。好，从里面露出一点点。我们这一组的话要大一点。好，一边一笔，一片大叶子是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我们再蘸一点墨啊，好，它这一组的话，还有这一边还有一片啊，一边还有一片。好，这边还有一组，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组合的这个叶子。笔尖再蘸一点墨，这下面再来一些，它不可能就这么多，还有一些这个层次啊。笔尖要蘸一点墨，让它笔尖有深色。好，这个叶子从这边伸到这边来了。好，这后面还有一些这种淡一点的这种层次。好，再来看这一组叶子。好，再调一点哈，这个花青再调一点，花青加藤黄再调一点。来，笔尖再蘸这个浓墨，那我们先画这一组啊，先画中间这一组，让它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这一笔的话，我觉得还不够大，我把它直接画大一点啊，然后中间还有一片，然后这边我们画一个侧面的这个叶子。好，这下面还有一组啊，这里还有一片叶子，我们颜色让它有一点这种微差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两组在一起，那我们这一组让它跟它这一些分开，那有这种对比，多的少的对比。我看一下这一组叶子是往这边还是往这边，这个也很重要哈，
它是往这边来试一下，它往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。这组叶子，不能升上去啊，不能升上去，升上去感觉不好看了。让它这样子回展过来，回展过来。哈，它感觉它又回过来了，这种感觉哈，翻展过来这种感觉，看到没有？翻展过来的这种感觉。这一组叶子要让它翻展过来，升上去不好看。我们要画这个叶子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这个姿态，我们这样子画上去它好不好看？这个我们是要考虑的。所以在这个叶子组合的时候，大家都也是要去斟酌的，不能说你想怎么画我们就怎么画。好，这边画一点这个嫩叶哈，这里不是有一个枝干吗？那这里有一个枝干，这些叶子，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枝干，我们会有一些嫩叶从这里穿插过来。那么这个嫩叶就稍微画嫩一点，藤黄加三绿，然后调一点这个珠标，然后调这个胭脂。这个嫩叶我看是画在哪里，你画在哪里也是一个斟酌，你不能跟这里对的太齐了，这带齐这成了一排了，所以我们要往上移一点点哈，往上移一点点。这个是嫩叶啊。稍微大一点。好，从这里穿过来的这一组这个小嫩叶，这个下面里面也是有这个嫩枝干。好，我们这里有点空，我们来这里画一个这个花苞吧，把这里画一个花苞。画一个花苞在这个地方。我们来这里画一个花苞，来画一个花苞。好，我们这个花苞的这个高度也要考虑一下，我们也不要跟这一组叶子来平齐，到时候两边这样对称也不好看。那我们这个花苞，这个叶子这么高，我们花苞高一点或者是矮一点，我看一下高一点好看还是矮一点好看，还是矮一点吧，还是矮一点吧。这个花苞我们画在这里啊。好，下面这个小花托。哦，这一个花苞从哪里整啊？有点粗了啊。好，这里两组叶子，这里一组，这里一组。从这里来一组，让它把这个叶柄，把它这个来，我们先把这个花苞的这个嫩叶先把它画上。
嫩叶也是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有点长到后面去，让它跟这一边，让它有这种层次感。可以从这里再出来一点，这种又让它有这种又有一层这个层次感。这里有一组这个叶子哈，直接在这个根部这里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小小的嫩叶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下这个老枝干，画一下这个老枝干。我们画这个老枝干，把这支笔洗干净啊，把这支笔洗干净，然后笔里面是有一点点水分，有一点水分，然后我们直接蘸这个浓墨啊，有一点水分，直接蘸这个浓墨，蘸了浓墨之后去画这个枝干。我们这个枝干从这里出来，从这里出。从这里出，从这边吧。好，这个花我们从这里。好，这个枝干我们让它长一些这个老枝干、老芽出来。带一点节奏，带一点节奏。就这么长吧，太长了不行。我是很想画一个穿插的，没有好加的，没有地方加了，就这样。再加就太多了，感觉。好吧，那就这一支。
这里出来一个枝，这里穿插一个过来，穿插一个小枝。好，我们再整理一下，把这个枝再整理一下，加一些这个抬点，有些地方加一些这个抬点。枝干我们因为这个枝干比较短，所以我们画不出那种节奏。我们真正画枝干的时候，要画出这种，一笔下去要有这种浓淡枯，还有这种，还要有这种曲有直的这种感觉，要有曲有直，有浓有淡，还要有枯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下这个在这些老枝干上加上一些这个嫩芽，加上这个嫩芽。画这个嫩芽，我们直接用这个藤黄，加一点这个朱标，笔尖蘸这个胭脂。这个衔接的地方也是要画出这个小嫩芽。好，我们这些地方都画一下这个小嫩芽。每个嫩芽我们让它有这种有大小的，有不同。这小嫩芽。叶子要干了，我们先勾叶筋，勾完叶筋，我们再来画这个嫩芽哈，把这个嫩芽补上去，它会更加有精神。先勾下这个勾下这个叶筋，叶筋用这个浓墨哈，用这个浓墨。一片叶子上勾个2、3笔就可以了，不要勾太多了。现在这个湿度刚好，如果太干了，哇，这里就太干了，太干我们要淡一点哈，用淡一点的墨去勾，不然太深了，太明显了啊。试一下。还是有点浓哎，还是有点浓，淡一点，再淡一点啊。好，这种淡的叶子淡一点，我们就要勾这个叶筋，也要勾淡一点，不要勾太浓了。
太浓了不好看，它会太跳了，在这个画面上显得太跳了。你看这种淡叶，我们就用淡一点的这个墨来勾，把笔洗一下，洗了，然后用点淡墨勾就可以。好，我们这个嫩叶，我们嫩叶要用不同的去勾，嫩叶用这个胭脂来勾，嫩叶用这个胭脂，嫩叶直接用胭脂来勾。好，叶筋勾了之后，我们还是来继续把这个嫩芽补上去，把嫩芽来看一下哪里需要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嫩芽。这里吧，看来还是找了一个地方，把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嫩芽，我们画到这个地方。这个藤黄没有了，画嫩芽一定要用藤黄啊。有藤黄，它这个嫩芽才会显得更加嫩。来，我看一下这个嫩芽加在这里还是这里？我又想加在这里了，不加这里，加这里吧。在这里它会有一种穿插，刚刚我们枝干没有穿插成功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画这个嫩芽，把它穿插一下，好不好？画一个嫩芽穿插，让它有一种这种穿插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往上。这个嫩芽我们可以让它这里穿，这个枝干稍微粗一点，否则就显得这个嫩芽太瘦了也不好。好，这个嫩芽这样子穿插过来。好，这个小嫩芽就这样子可以了。好，这上面每一个嫩芽我们尽量画出一些区别来，不要让这个嫩芽都长得一样的啊，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我们在说的这个变化不是说在某一个地方，是在每一个地方，不是某一个地方，是每一个地方。好，这边这两个我们就小一点，
不要让它太明显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画面。像这些抬点的地方，我们可以，你们喜欢的话可以点一点这个3绿啊，点一点这个3绿。你看我们在画画的过程中，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，但是我们要去解决问题。这样刚开始我画这个枝干，画这个嫩枝干，画的下面这个地方画太粗了，最后怎么办？我就画了一组叶子啊，画了一组叶子过来，画一组叶子让它把它遮住，画一组叶子把它遮住。然后像这个地方这一组叶子。这一组叶子我们本身要往上长哈，要往上长，那我们把它这样子伸上去了，感觉这个画面都四面八方这样伸开，感觉不好看，就有点奇怪，所以我们又把这一组叶子又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处理的时候，处理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在考虑这个画面的时候要处理的一些问题，所以这些问题大家都是你们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在画这些叶子的时候，你们要看一下它在这个画面长在这个画面上好不好看，要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。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层次啊，再加一些这个淡叶的层次。让这边这个叶子再出来一点。最后面我们加的就是这种层次感。这种干了之后，它就是淡淡的层次，基本上看不到，但是隐隐约约，我们画叶子都要有3个层次，3个颜色的层次，就是这个是最浓的，还有这个是第2浓的，还有这个最淡的。我们一直跟你们讲的要有这个3个层次。好的，这幅作品就完成了。